夜里的山路总是特别安静，就像挪威的湖面总是澄清，那里的空气充满宁静。啊，不对，说错了，是只有风声、引擎声，还有一盏盏路灯陪伴着才对。那这次我会带着新的拍摄伙伴 Insta360X5，测试看看它能不能在这样的夜色里，把我看到的风景更好的呈现出来。接下来就让我透过这趟夜骑来跟你们分享这台强大的360运动相机。这次我是拿到 X5 万能套装，里面包含 X5 本体、多功能充电收纳盒、隐形自拍杆、镜头保护套，另外还有镜头的保护镜，我是已经先装上去了。加上收纳包的质感很好，整组带出门蛮有安全感的。另外官方还有额外提供给我大力夹配件，基本上只要有它就能拍出超多角度的画面。对了，补充一下，套装有额外附1颗电池，总共会有2颗电池，对需要长时间拍摄的我来说非常实用。现在拔开镜头保护套，再装上自拍杆，就可以准备出发夜骑拍摄啦。今天我是要从136县道开始，骑到新社，再骑去古关。而平常我去古关都是从东山路一路骑上新社的，只是这次想尝试一下不同的路线。这条路的路灯比较少，视线也很暗，如果大家想要骑的话，还是结伴同行会比较好。而我想骑这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趁今天的天气还不错，暂时的远离光害，想来看一下满天的繁星。那这条路的路幅很窄，同时路灯非常少，常常是完全没有路灯的状态，只能依靠大灯照明。不过如果有雾灯的话会比较好。骑到了一个比较开阔的位置，我们就停下来准备看星星，同时先用手机拍摄一下星空。话说，其实 Insta360X5 有拍摄星空的缩时模式很不错，可以清楚的拍摄星空缓慢变化的样子。但这次时间不够拍摄，就只能留到下次的机会了。拍完了照，我们继续往前骑，也差不多要骑到新社了。那我们从136县道骑到新社的这段路，一路上只有遇到一台汽车，真的非常人烟罕至。如果是自己来的话，我可能就会不敢骑这里了。那接下来我要骑上龙安桥，越过大甲溪，来到东市区的范围。现在我们衔接到台八线上了，如果一直沿着路骑，大约70公里就可以到梨山了。只是途中有24公里是管制中无法通行的，目前只能期待大概12年后通行的那天。那我们骑到全家，稍微停留，上个厕所休息一下。很好上课是吗？今天是星期5晚上。拍得不错。随着我再次骑上车，接下来就是一路直奔古关。而在那之前，就先让我好好的分享 Insta360X5 超强的降噪与夜拍功能吧。这段是稍早在136县道上，路灯比较少，光线偏弱的路段。我这里用的是 X5 的一般拍摄模式，还没有开启夜拍模式。可以看到，在这种微弱照明下，X5 的亮度和细节都还维持得很稳定，路面的反光还有远方的光源都看得很清楚。
主要就是因为 X5 用了1.28英寸的感光元件，再加上新的3重 AI 晶片，让它在微光的环境下画质更具有优势。接下来我把 X5 切换成 Pure Video 夜拍模式，可以看到画面整体变得更亮，而且暗处比较不会出现那种一粒一粒的杂讯感。而 X5 在夜拍时会用 AI 去把暗的地方补亮，把亮的地方压住，让整体画面看起来更均衡也更干净。对骑车夜拍来说，差别最大的就是原本那些比较看不清楚的区域，现在都变得更容易辨识，拍出来的画面也不会一大块黑黑的。只能说这个 Pure Video 模式真的超级强的。在骑车的路上，风噪声其实一直都很明显的。平常我都会把骑车的收音降低或是静音。那为了让大家感受收音的差异，我就在用不同的运动相机呈现收音的差别。那目前这段是我原本的运动相机降 15dB 的效果，而这段是降 7dB 的效果。可以听得出来，风声是非常突出的。那接下来我就用 X5 来测试它收音降噪的能力。接下来这几段我用的都是 X5 的原始收音，因为它的收音本来就蛮干净的，也不太会爆音，所以我没有另外调声音的大小。那现在这段是弱降噪模式，它会稍微压掉一点风噪声，但还是会保留一些周围的环境声。如果你喜欢偏真实的收音，但又不想风噪声太大，这个模式就会是比较适合的选择。这段是强降噪模式，你会听到背景声变得很干净，原本比较明显的风噪声也被压掉了不少。这个模式我觉得很适合用在拍 Vlog， 或是需要配旁白的片段，基本上很适合常态开启的。接下来都是把夹弯喽。哦 ，OK， 只要是不有路都 OK。刚刚那段对话是人声增强模式下的收音，这个模式会压掉风噪声，还会把人的声音往前推，让录下来的声音尽量是以人声为主。如果你是想偶尔边骑边聊天、分享路况，这个模式会是非常适合的选择。X5的降噪之所以这么强，是因为这代在相机本体加入了新的麦克风防风罩设计，再搭配升级过的 AI 收音演算法，会自动的把风噪声压下来，保留人声和重要的环境声，所以骑车时的收音才会听起来这么干净。现在我已经停在古关的全家这边，这里算是许多骑车、开车的人喜欢的夜晚聚集点。它棚子都打开了，上次好像没打开，还是有，我也忘了。我怎么知道？上次我没来。哦，要配音效吗？你可以配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发光，充满荧光剂的面是不是？接着我想讲一下 X5 的镜头耐刮能力。这代用了光学超硬钻石护膜，耐刮抗碰撞的表现比上一代更提升。平常跟钥匙、金属配件放在一起，也不容易被刮伤。接着要来介绍多功能充电收纳盒，它可以一次收纳2颗电池，而且还支援快充，最快可以28分钟就把电池充到80%。对有长时间拍摄需求的人来说，这个充电盒真的非常实用。接下来我把 X5 切换到 Instaframe 模式，这是一个懒人拍摄模式，它能减少后置时调整画面角度的麻烦。可以看到现在 X5 的画面，它会主动侦测到人脸，然后让人脸保持在画面中心，不管人往哪走、怎么动，镜头都会自动跟着走。这是 X5 实际拍出来的画面，可以看到不管怎么动，画面还是会自动跟着人走。对于想拍 Vlog 的人来说，这个模式真的非常方便。你
晚上来，真的第一次晚上在这边闲晃。你怎么走在斜坡上？因为走在你后面不好拍。16:9。用16:9。想看星空不一定要在高山，像是这种比较没光害的郊区也很不错。现在拍完照，我们就要再往回走，准备要骑车回程。现在要离开古关了，那对常来古关的我来说，我觉得古关算是中部人很适合休闲骑车的地方。白天来的时候，可以逛逛周遭的景点，走吊桥去看看大甲溪，甚至去温泉广场泡脚，整个行程会比较悠闲。而晚上来又是完全不同的感觉，可以跟朋友在这里放松聊天，吹个风，有时候抬头还能看到满天星星。一个地方白天跟晚上的氛围可以差这么多，那我也顺便把X5的白天和夜晚的画面一起比较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看看它在不同光线下的表现会有什么差别。这段是在白天的实拍画面比较，这边X5的画面会偏向亮一点，而且颜色比较饱满的感觉。那这是X5一般模式下的画面表现。接着这段是X5开启 HDR 录影模式，它会把亮部和暗部的细节保留更多，像是天空的亮度不会整片过曝，大楼的阴影细节也还看得见。再来，我把X5一般模式的画面拉回来比较一下，可以看到 HDR 模式会把亮暗的落差拉得更平均，尤其可以看捷运铁轨下的缝隙，或是汽车底盘下的阴影细节。而 HDR 模式可以说是非常适合用在有逆光或是光影反差很大的地方。这段是夜晚在市区的比较，右边是X5的一般模式，在路灯、车灯、招牌这种复杂光源下，亮度跟画面稳定度看起来都还算自然的。切换到夜拍模式后，可以看到它在多光源环境下的表现比较不会过曝或过暗，整体亮度比较均衡，尤其在移动中，画面会更稳、更清楚。那X5本身的体质和软体运算能力其实都非常强，不管是夜拍、收音，还是人像追踪功能，拍出来的素材品质都很好。但我觉得，再好的相机，如果没有好的剪辑，也很难把画面呈现得完整。所以接下来我想示范一下用 Insta360的手机 APP 来快速处理拍摄的影片素材。这边我就用最简单的操作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最后再放上成品。首先开启 APP， 同时X5也要开机，之后点立即连接，再来按加入。连接完成后，按下面剪刀形状的剪辑，再按左上角的 AI 自动剪辑，点选想要使用的素材。按右下角选取完毕后，就会开始自动剪辑生成影片。成品出来后，其实还能再调整，像是我觉得时间太长，就按上面的时长来调整。再来会重新生成一次影片，觉得 OK 的话，就能按右上角的黄色按钮保存影片。存好影片后，就能拿来发贴文使用了。接着就来看看这个 AI 自动剪辑生成的影片吧。不过它原档有搭配背景音乐，而我担心会有版权问题，就把音乐拿掉了。那这个影片的转场，实际上是会搭配背景乐的节拍来转场的哦。其实刚刚第二次生成影片后，还是能够再修改的，可以改到真的满意为止。所以这样可以看出，这个剪辑功能真的非常强大。这次整趟骑下来，X5在骑车会遇到的各种情境里，其实都把它的优势发挥得蛮明显的。不管是夜晚骑车的弱光环境，市区复杂灯光下的亮度表现，还是一路上收音的风噪压制，以及前面测试的追踪模式，甚至连素材剪辑功能的表现都非常好。如果你想拍骑车画面，或是偶尔会想剪一些旅行影片，
那我觉得 X5 真的是一台非常适合骑士使用的360运动相机。那这部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或是你也喜欢这种骑车分享的影片，就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。有任何想问的问题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